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礼拜呢，我们要开始进入写程式的这个练习啊。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下载程式的下载写完程式的一个平台。那老师选择的是CPLD 的一个开发版啊。那使用的软体就是 Quartus 2啊。那这个使用的平台呢，就是一个 CPLD 的一个开发版。那在软体的部分请大家可以到 Moodle 上去做下载。那我们使用的 CPLD 呢是 Altera 啊。那这是 Altera 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啊。那这些资料呢，你都可以在 Moodle 上，不是在那个网络上 Google 得到啊。那 Altera 在2015年呢，它被那个 Intel 收购了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去下载它的这个软体的话，你就会跑到 Intel 去啊。这是它的那个下载的download center 啊。那你自己有兴趣，你可以到里面去看。那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版本。那老师目前用的是那个13版，这个已经是很旧很旧的一个版本啊。但是因为我们用的 CPLD 这个也都算是一个比较旧的型号啊，所以使用上呢，这个就用这个版本来用，其实就可以了啊。另外一个我们常见到的这种可程式化的 IC 啊，是另外一家叫做 Xilinx 啊，英文在这里。好，那它就是 Altera 跟 Xilinx，反正他们可能有各自的擅长的地方啊。好，那在2020年的时候 ，Xilinx 就被 AMD 收购啊，然 Altera 是被 Intel，然后 Xilinx 就被 AMD 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小间的啦啊。好，那比较常见的这两样东西，一个叫 CPLD，一个叫 FPGA 啊。好，那 CPLD 通常都是一个比较逻辑闸比较少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电路，我们就用 CPLD 来做啊。虽然它都是所谓的可程式化的一个 IC 但是 CPLD 通常就是比较简单的逻辑闸，它里面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里面的架构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对初学者来讲因为我们都只是练习最基本的这些逻辑的电路所以你其实拿 CPLD 来用，其实就很足够了基本上你做这些练习大概你也不会把它全部用满其实是还蛮困难的那其他的厂商就像刚刚讲到的 Xilinx Altera 还有 Alcatel 还有 Lattice 那这边其实都是最大间应该这两间其他可能都是比较少量他们也有出这种可程式化的 IC 啦。好，那软体部分呢，请大家到 Moodle 上去下载。那总共呢，老师分了16个档案吧，16，因为 Moodle 上有那个档案大小的限制所以我把它拆成十几个档案那请大家去下载。那老师是用 RIR 去压缩的那如果你没有 RIR 呢，就请你去这个网址下载 RIR 那下载安装完之后呢，你可以把它解压缩像这样因为老师已经装过，所以我就下载第一个那你按右键呢，你可以选择解压缩到解压缩至此所以它就会解压缩，然后产生一个 Quartus 2的一个目录那你就去目录里面找一个安装档去安装那安装的过程你会看到这个是它的版本 13.00.156那安装过程是有这个要让你选就是你要选择安装哪些那个 package
那这些 package 呢是那个不同的 IC 的系列啊，那我们这边应该是使用是 Max2 吧，啊 Max2 的 IC， 所以你只要勾选下面这个就可以。啊，上面呢是你需要用到的不同系列的 IC， 你才需要打勾啦，啊，否则的话其实不太，因为我们直接用到这个啦，所以把这个打勾就可以了。啊，那未来你如果有修其他的硬体描述员的课程，那或许他用的版本啊那个 IC 不太一样哦，那你可能就需要再把它安装就好了。好，那你就按下一步就可以那个完成它的安装。那完成完之后呢，在桌面上你就会看到这个 Quartz2 的目录的那个 icon 了，不是目录，一个 icon。那之后就可以从这边去那个启动它啊。那如果刚开始你是一个空的一个 project 你是可以按照它的这些步骤去产生一个新的 project 它一个 project 就是一个目录，那这个目录下呢就会一大堆的档案那我们是可以用既有的一些范例来做了，那既有一些范例就是去开它的那个专案的档案，然后其实就可以跑。如果你要自己去create 一个新的 project， 你就必须按照它的这些步骤然后呢，这个是你选择你的目录，然后呢，你的 project 的名称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不要有中文的档名不要中文档名，因为这些软体都是英文的你中文它可能就会有些识别上路径识别上的问题所以呢，请你不要用，其实你的使用者的那个名字就不要用中文的，一定用英文的因为它 Windows 很多东西都会放到你个人的目录下，那你个人目录的名字是用中文的，那你的使用者路径就变中文的所以其实会产生一些你安装一些软体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麻烦所以就养成一个习惯，你的名字就是用英文的名字使用者的名字就用英文的那其实最主要一点如果要在我们开发板上可以用，你就是在这个 device 的这个地方要选对这个是你的系列的名称，然后呢这个是那一颗 IC 的型号选对了之后就是 next 所以这个比较单纯那我们这个学期会上的是 Verilog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把它勾选选择是 Verilog 的语言就可以 finish finish 完之后呢，你就要 new 一个新的 Verilog 的一个档案那这个是说你可以把课本的范例拿出来，然后就可以复制不是复制，你要自己打上去，然后就可以做编译的动作那如果没有问题，它就会跟你说 successful 就是你编译成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发下去的开发板大概会有这几样东西一个呢是这个是开发板，然后会有一个电源这电源就是插在这边呢有一个电源的那个接头这边呢是还有一个下载器，那下载器一头呢是一个 USB， 然后一头呢就经过一个排线，然后会连接到板子上的一个 connector 下载器的 connector。那这边呢有一个开关这个是板子电源的开关板子电源的开关，那它的结构组装起来组合起来样子大概就会是这样有电源，然后下载器那注意的事项这边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其实基本上你把下载器装好之后就不要再动它了，反正就把它放在上面那基本上它这个有防呆了，所以你应该也不太会装错那只是说你在开电源的时候请你最后再开所以第一个步骤呢，请你把这个下载器跟 CPU 的这个板子先把它接好，这个排线先接好，然后呢下载器呢先接到 PC 上的 USB port
啊，再来把 CPLD 的电源接上去，最后再把 CPLD 那个开发板上的电源打开啊，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开关啊，最后再开了，最后再开啊。好，那最后呢，你也是电源先把它关掉啊。还有呢，这个板子上的这些 jumper 啊，它会有一些那个有点像插销哈，就是它会是个短路夹吧啊，这些反正上面的东西你就不要再动它啊，也不要拔来拔去啊，拔来拔去很容易就会掉了，那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动作哈，所以你就不要再动它。好，那这个板上用的这个 IC 的型号是这个 EPM240，好，那它完整的型号就前面这边写的这个啊240T100C5啊，这是它的那一颗 IC 的型号。好，那它里面所有的数位的系统，它里面都会有个 clock 啊，这系统一定会有一个 clock。那这个系统的 clock 呢是由一个这个叫 oscillator 啊，它所产生的啊，它是一个50 mega 啊，所以这个板子上最快的速度哦，最快的这个讯号呢就是这个50 mega 的 clock。那这个 clock 呢，它会接到啊，这个是部分的电路图啊，这电路图呢也在 Moodle 上，老师都有把它放到上面去啊。这边产生50 mega 嘛，经过一个这个叫阻抗匹配的电阻啊，然后呢，它就会这边呢这个线上是不是有一个我们这个叫 label， 就是它的名字啊，这线上的名字叫 clock CLK0 啊CLK0，然后呢你在电路图另外某个地方你会看到，哎这边有一个 CLK0啊，那在电路图上的意思啊，就是这两条线，只要它的名字是一样，就代表这个呢是接在一块啊，所以它的50 mega 的讯号呢，其实就会接到从这里进来，从这里进到 IC 里面去啊。那这边你仔细看，这边写12嘛啊，代表是这个 IC 的第12啊角位12的地方是接收这个50 mega 的 clock 啊，这个之后我们会用到啊，这之后我们用到，只是现在先提一下了啊。那其他会用到的界面呢，就是使用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搭配电路图啊，然后呢来去控制它。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做那个烧录的这个礼拜我想就主要是让大家检查说这些实验板有没有问题，然后呢你去安装需要的软体，然后去测试一下，这个熟悉一下整个那个实验的流程这大概是这个礼拜的目的了工作的目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开一下既有的一些 project 在 Moodle 上老师会把所有那个厂商的范例呢放在上面那事实上我们会挑几个范例，然后呢开始来做一些修改好，那你打开这个，你可以从这边开啦 Open Project， 或者你直接到它的目录下去把它点2下它其实就会打开了等一下老师会实际操作一次给大家看只是先把流程跟大家讲好，你打开 Project 之后它其实已经会有一个内建不是内建，就是原来写好的一个范例的程式了那这边呢有一个三角形这个其实就是编译的动作所以三角那个我们要做程式的编译那编译完它像刚刚看到它会写说successful 之后呢，我们就要做下载
那下载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呢是下载的那个选项，你把它点一下，它就会打开下载的画面。好，那第一次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那下载器你就需要安装一个它的驱动程式，所以你把下载器接到电脑上，你的电脑的 USB 上，然后把电源打开的时候那你应该就会看到那个惊叹号就是装置管理等一下老师跟大家讲怎么看那个装置管理员。装置管理员就是你会看到那个这个东西它会是一个惊叹号。那惊叹号就代表它没有安装好驱动程式，那这时候呢你就必须用手动的方式来安装驱动程式。好，那安装驱动程式呢就是会你要先更新驱动程式，然后呢选择这个选择这个因为它的驱动程式就是在它的那个档案里面你要选择这个，然后呢预设它会放在西槽的 Altera 13.0 的目录下，所以你就点了这个，然后去选择那个 Altera 的这个目录，然后按下一步下一步，那它就会自动帮你装好它就自动帮你把那个下载器叫做 USB Blaster 这个东西把它装好。好，再来我们回到 Quartus 2的软体上那这边呢其实就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先设定好你的下载的界面这边是叫做 Hardware Setup 那刚才是空的那你就要选择你把它点一下往下拉就选这个 USB Blaster 然后呢再来呢这就是这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刚做完了嘛，选好之后这边就会秀它使用的下载器是 USB Blaster。第二个呢就是去打开你的下载的档案这点一下它就开一个那个选择的视窗那你就选好这个目录这个档案了再来呢把这个三个都打勾最后呢就按 Start 那它就会开始下载那下载需要有一点时间那这边会有一个 bar等一下会看到这边有个 bar 它就慢慢跑，等它跑完它就下载完。好，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程式码的意思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程式非常非常的简单这程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就是写了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宣告宣告一个8个 bit这个是说我们宣告有7到0嘛，所以它是有8个输出的角位，我们把它合起来这个东西呢叫做是一个英文叫 bus就是公车反正就把它合起来，很多条线合起来就叫做是一个中文应该把它翻译成汇流排汇流排就是很多条线合起来捆在一捆叫一个 bus。 那我们把这个 bus 赋予它一个名称叫 LED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bus 的名称叫 LED。 这个呢是什么？它的类型呢是输出的，然后呢这是几根？7到0，所以就是0、2、3、4、5、6、7，所以有8根。那 assign 呢 ？assign 这个指令呢是说我就指定嘛，把这个输出的讯号指定成这个样子8一撇8一撇代表这个是8个 bit 因为0到7嘛，所以它是个8个 bit。 B 呢是 binary 反正这些呢我们就慢慢你大概就知道这些大概的意义是什么这个 B 呢是 binary 就是只有0跟10跟1，这个叫 binary 所以8 bit， 所以你后面要带8位数了，然后每一位数都是01
这个就是叫 binary。好，那就是我的例子，说我就要给它010101这样子010100那011这样子。好，再来呢，我们看这个范例这个范例说，这个程式怎么接到外面的电路？这个程式跟外面的电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先看一下电路图。好，再来呢，我们是看一下 Moodle 这边Moodle 这上面呢就是16个档案吧就是 RIR 的Coders2 软体这个要下载。240呢是它的范例程式这个是一个 RIR， 你把它解开，它就是里面一堆范例程式这个呢是它的电路图所以我们上课呢大概就会把电路图稍微说明一下，然后呢再来去控制这些相关的一些周边那虽然我们的课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练习都做过一次因为你很多不是这个练习并不是说把范例程式 run 过一遍run 过一遍是没什么意义啦所以你是要自己去想了解一下它动作的原理是什么那第一个我们是看那个 LED 来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LED 在哪里。这里。好，找到是在这个这个是 LED 的符号，我们用了一阵子所以你大概知道这是 LED。OK， 那这个 LED 跟我们之前使用的不太一样，这是个供氧级的它是供氧级的 LED 它的接法了应该讲它的接法是供氧级这不是期端显示器这是独立的 LED 独立的 LED 好，那板子上等一下我们看到它有8个 LED 所以就是 LED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我们就看一根就好了。这个 LED 1 LED 1要接到哪里去LED 1接到哪里去？然后呢，这个它怎么亮？因为这个 high 的地方是接 3.3 嘛，所以就是 low 的时候会亮。所以你要让它亮，就是你要给它这个讯号是 low 那我们就要去看那 LED 1又接到哪里去LED 1又接到哪里去在这里有没有 LED 1在这里，它是接到什么 pin 67LED 1就是接到 IC 的 pin 67所以我们要先去观察电路图它怎么接的，然后呢去指定这个我们程式跟那个外部的讯号连接这个关系。那这个指定的动作就是在这里这边有个 assignment， 这边有个 pin planner pin planner 因为它是范例程式，所以它都已经写好它写好在它的那个 project 里面所以这个 pin planner 里面呢有用到它就会有标示在这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pin 67pin 67，然后呢它的 direction 就是它的类型它是 input 还是 output 它是属于 output， 然后67呢，然后呢是 LED 0，这意思是说刚刚的那个这个 bus 不这个 bus这个 LED 0会接到
67啊，这个意思是这样 ，LED 0其实是接到67啊。好，那对应到外面呢，它的编号其实是 LED 1。好，有没有刚刚这里啊？67，它是接到是第一颗的 LED 啊。啊，所以这个外部的编号跟里面的编号，你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OK？ 好，所以老师这边写一个 remark， 好，在板子上它标示的就是1 2 3 4 5 6 7 8，啊，可是我们程式里面啊，我们写的这个写法哦，这写错，应该是0 1 2 3啊，0 1 2 3 4 5 6 7啊，这个你要把它分清楚。好，那最后这个问题呢，是说，哎，那怎么把 LED 点亮？哦，刚刚要讲，我们刚刚的电路是这样，啊，刚刚的电路是这样，啊，对吧？所以它是把阳极绑起来，所以就是 low，哦，你要给它 low，它才是会亮。哦，等一下我们可以做实际的demo。哦，哎，我们要看一下，那最后要教大家做就是你自己把它做一点变化吧。啊，请你把4颗亮，4颗不亮了。啊，好，这边呢，老师其实已经是接好啊，接好那个该接好的样子啊。这边是电源，然后这个是电源的开关嘛，啊，然后这是排线，下载器的排线，下载器的排线这边呢会接到 USB 去，目前老师还没接，啊，目前是还没接，啊，那电源还没有接，因为电源一接上去，它会有些灯号，所以你看到没有灯号，啊，没有任何灯，就代表它是没有接。好，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是 USB 的下载器先接好，然后呢，电源打开，啊，电源打开，啊，那目前上面啊，你就看到它其实像这个就是电源的 LED 嘛，这个下面其实还有一个。这边其实有一个小灯啦，这个灯是电源的灯号啊，所以你那个灯不亮就代表它电还没打开啦啊。那这边里面的电路呢是一个小时钟啊，所以就是10分秒啊，所以你现在是52秒，你等下就会看到跑到60秒，59就变00，然后这个分就会加1啊，所以这是一个小时钟啊。那你动作快的同学应该在这个学期末应该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程式啊。好，那我们再接好之后就要看怎么做下载的动作啊。那我们还是回去这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240是你把它下载完之后，那个翻译程式下载完之后解开，它里面就一大堆翻译程式啊，这是一大堆翻译程式。好，那你可以，这个是第一个 LED 的翻译成点2下，然后呢，这个就是 Quartus 的一个 project 的档案。好，你可以从这边开，像这样，我把它打开。这个程式其实还蛮大的，所以它会跑一段时间，然后越新版呢就会越大。OK， 好 ，OK， 开起来。
这开起来就变这样，那你也可以从这个去 open 一个 project， 这也是可以那像老师刚刚这样子把那个 project 的这个档案打开，这也是可以其实你就是进到这个目录下一大堆的东西嘛，这个有它的 icon 的，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开的了你可以直接开这个，那就会进到这里了。左边这边呢是它的档案，你把它点两下这个是它里面的范例你自己的，因为我已经把一些中文的把它砍掉你自己看到的应该会有一些中文的说明好像简体字的一些说明那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这个档名叫 LED One 你的这个 module 的名称也要是 LED One 这两个是要一致的这两个是要一致的 OK， 然后我这个刚刚有解释过了这个是一个一个 bus 名字叫 LED， 它是一个输出那在这个模组 module 的这个里面也要宣告一下它是有哪些输入跟输出的东西目前我们只有一个叫 LED assign 只是去指定它的那个 high low 而已直接指定它的 high low OK。好，那这个程式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编译这就是做那它就会需要一段时间你的电脑如果比较慢的话，那你还是用那个实验室的电脑你自己可以评估看看你要用自己的电脑比较快，还是用实验室的电脑比较快这样这是老师笔电跑起来的样子你的笔电如果比较旧是那个旧款的那个传统式的硬碟那可能就会跑得比较久一点好，所以呢这边就跟你讲successful 就是编完了编完之后呢动作就是去做这个烧录programmer 这个 OK 好，那你就是会看到这个 setup 好，等一下好像忘了跟大家讲要装那个 driver 的部分装 driver 我们电机系同学你一定要会看那个Windows 下系统的驱动程式怎么看呢？你就是在这个搜寻的地方搜寻控制台中文控制台，英文就是 control 来我打一下 CON 你打 control 还没打完，它就会显示这个控制台出来给你那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去，这边有一个装置管理员好，那装置管理员呢我看一下跑到哪里去了这个这是 Altera 的 USB Blaster 因为老师已经装过 driver 了，所以他认得出来那你没有装过 driver 的，你一定会有产生一个惊叹号你会找一下惊叹号在哪里它一定会跑出来。这时候呢是惊叹号的时候呢，你就要按右键，这边会有一个更新驱动程式 OK 有没有就会跟投影片上的图案是一样的这边有一个浏览电脑上的驱动程式，然后这边请你选择那个Altera， 就请你选择这个 Altera 这样选择这个好，然后呢这个要打勾，包含子资料夹那你就按下一步，它就会去里面寻找它的
那个驱动程式啊，所以你不用再去找说哦，那驱动程式在哪一个目录下，你就让它把那个搜寻子目录的打勾，那它自己就会搜寻那就快慢就看你硬碟的速度了好，那老师已经装过，所以我就把它取消了好，那你驱动装完之后，你就会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有多了这个可以选项。如果没有装完，你会看到就是 No Hardware。好，装完之后，它就会你多了这个 USB Blaster，你就可以选。好，像选完这边就会有这个那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project，所以它这个 file 已经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要自己加。这个 file 已经有所以你就是add file 就一样会跑那个目录出来它已经有了，然后这3个打勾就可以开始下载 start 那 start 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这边会有那个 progress bar 它就跑到100就结束了。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回去这个就可以把它关小，然后我的程式我现在程式是8个都是0程式的8个都是0，所以预期看到什么？预期看到的结果就是8个都亮所以我们把它切到这边来那 LED 在这里LED 在这里，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个编号，有没有？1 2 3 4 5 6 7 8应该是这样8是在最右边所以这个礼拜的练习呢，就是请大家熟悉我们程式码的整个下载的流程，还有它程式码的意义所以范例就是目的呢，至少你要做到修改它的范例，然后呢让它亮不一样的你自己可以指定说我想要基数要亮，然后它程式应该怎么写基数要亮就是13579亮2468没有9了1357亮2468灭它程式应该怎么写这个就是这个礼拜请大家完成的任务。